作为学习中文多年的语言学习者，甚至作为汉语母语使用者，你能清楚区分汉语、中文、普通话、国语、华语和汉字这些概念吗？在本期节目中，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概念的共通之处和差异所在。汉语原指汉民族的语言。中国不仅有占大多数的汉族，还有许多少数民族，其中一些少数民族也将汉语作为母语使用。汉语是一个广泛且常用的概念，既包括普通话和方言，也涵盖书面语和口语。这个词有很长的时间跨度，包含上古汉语周朝至汉朝、中古汉语南北朝、隋唐时期、近代汉语两宋至清朝和现代汉语1919年白话文运动以后。在汉语、中文、普通话、国语、华语、汉字这些概念中，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汉语和中文。相比而言，汉语作为一个概念，更强调其民族或文化身份，而中文的政治意味更强。同时，汉语在学术圈中更常见，而中文在民间使用更广泛。无论是汉语还是中文，英文对应的翻译都是 Chinese。汉语包含书面语及口语两部分，古代书面语称为文言文，现代书面语一般指官话白话文，即使用标准官话语法和词汇的中文通行文体。事实上，中文一词通常指书面形式。从词源上看，口出为语，笔下为文。也就是说，随口说出来的是语，而用笔写出来的才称得上文。在日常对话中，这两者的使用比较灵活。我会说汉语、韩语和英语，以及我会说中文、韩文和英文这两种说法没有什么差别。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正确的表达方式是我会写中文或汉字、韩文和英文，而我会写汉语、韩语和英语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语言规范的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学生必修语文课，既学习口语也学习书面表达，注重口语和书面语的双重能力。前面提到中文这个概念的政治性意味更强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。如果中指汉族，那么中文就等同于汉语；如果中指中华民族，那么无论是汉语还是各少数民族的语言，如藏语、蒙古语、维吾尔语、朝鲜语等都能算成中文。如果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那么中文其实就是普通话；如果中指的是中华民国，那么中文和国语是一个意思。普通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规定的官方标准语言，以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为基础音。官话就是明清时期的官僚通用话，英文翻译为 Mandarin 或 Mandarin Chinese。事实上，普通话这一名称的历史并不长。1955年，在中国文字改革会议上，国语才正式改称为普通话。而国语这种叫法在台湾保留下来并普遍使用，特指普通话。现今台湾人的国语其实是有口音的普通话。要注意的是，1945年台湾光复前，国语并非汉语，而是日语。目前，中国大陆以普通话为通用语言，台湾以国语为通用语言，两者都是基于官话之北京音，稍有不同之处，但并不妨碍交流。同时在两广地区，香港与澳门等地以及部分海外华人以粤语作为通用语，另外使用潮州话、闽南语、客家语、吴语等或其他汉语分支的人会使用自己的母语作为交际通用语言。华语一般在东南亚地区，比如马来西亚、新加坡以及世界范围的华裔社区内使用，强调社会聚集性，不包含方言，但在口语和用词上与普通话有一定的差别。比如，菜市场叫做巴沙，速食面叫快熟面，卡车则是罗犁。中国大陆将汉字笔画参考古字、异体字、草书、行书加以省简，于1956年1月28日审定通过简化字总表，在中国大陆使用至今，后被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华人聚集地采用，台湾、香港和澳门则一直使用传统汉字。汉字也被其他语言使用，并形成汉字文化圈。韩语中的汉字称为汉字词或汉字音，在韩国文化和语言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虽然现代韩国主要使用韩文，但许多韩语词汇仍然源自汉字，并且在正式场合、学术论文和法律文件中，汉字仍然被广泛使用。汉字于公元5世纪左右传入日本，最初用于记录汉语，后来逐渐被日本人用于记录日语。汉字的引入对日本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日语书写系统由汉字和2种假名、平假名和片假名组成。汉字用于表示名词、动词词干、形容词词干等具有具体含义的部分，而假名主要用于表示语法功能和发音。现在你明白汉语、中文、普通话、国语、华语、汉字这些概念的差别了吧？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